我辞了月薪15000的工作。我们每个月的房贷要6000，车贷要2000，你擅自辞了工作，这些贷款难不成要我一个人来还吗？房子、车子都是写你的名，不应该你一个人还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我一个月工资才1万块，怎么还？你是我女朋友，应该跟我共同承担。你现在就去求你领导把工作要回来，否则别怪我跟你分手。我呵呵一笑，转头就送了他拉黑、删除一条龙服务，然后找了一个不用还房贷、车贷的男朋友。晚上，男朋友周浩来接我下班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了辞职的事，本以为他会恭喜我脱离苦海，没想到他当场垮了脸。那么好的工作，你真的不干了？我点点头，目前这份工作每月到手15000，有双休。弹性工作制，不强制加班，是外人眼中的好工作，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压力有多大。弹性工作制看似好听，但说白了就是只要客户需要，半夜都要爬起来加班。在这里干了2年，节节都不知道涨了多少个。得知我真的辞职之后，周浩瞬间雷霆大怒：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啊？辞职那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。现在我们每个月的房贷要6000，车贷要2000，你辞了工作，这些贷款难不成要我一个人来还吗？房子、车子都是你的婚前财产，只写了你的名，不应该你一个人还吗？我一个月工资才1万，怎么还？你是我女朋友，应该跟我共同承担。你现在就去求你领导把工作要回来，否则别怪我跟你分手。我不肯，没想到他立马绕到副驾这边。既然你1毛钱不出，那就别坐我的车。我站在马路旁，看着他毫不犹豫地驱车离去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辞职的喜悦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，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。我跟周浩相识于一场饭局，他谈吐幽默，情绪稳定。跟他在一起的半年里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爆发如此激烈的争吵。我拎着炸鸡、啤酒敲响了闺蜜白衣家的门，刚刚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地跟他倾诉。周浩那个混蛋，佳熙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次真的是你做的不对。浩哥是你男朋友，他那么爱你，辞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应该跟他商量。爱我会当街吼我，会把我从车上赶下来，这种爱给你要不要？他抿了抿嘴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在睡梦中，突然被人摇醒。浩哥在楼下等你1个晚上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昨天你们吵完之后，他就发信息给我了，是我告诉他你在这儿。我走到窗户边往下看，发现周浩正靠在车旁，他身上还穿着昨天那件衣服，脚边是一地的烟头。看样子他真的等了我1个晚上。我眼眶发酸，心里有些感动，随意披了一件外套就往外跑。周浩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嘴里一直在道歉。对不起，茜茜，我昨天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扔在路边，我有错。你打我吧。见我露出了笑容，他缓缓松了一口气。倩倩，其实昨天吵架你也有一部分责任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但是辞职那么大的事儿，你一句话都不跟我商量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我是担心你之后找不到好的工作才会跟你生气的。反正我也没打算立马投入新工作中，正好可以趁这次离职好好的玩几个月。可他一听我要玩几个月，脸色瞬间发生了变化。这怎么行？你不上班谁来养你？我以为他是在担心我，我跟他说我有存款。没想到他接下来的话差点让我惊掉下巴。什么叫你的存款？咱俩以后是要结婚的，这叫夫妻共同财产，有1半都是我的，你怎么能一个人就把钱用完呢？房贷车贷你不还就算了，但是咱俩的日常开销你总得负责吧？难不成你还想什么都不管啊？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应该马上去找新工作，然后拿我的工资来养我们2个人呗。周浩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一副你终于开窍了的样子。这才对嘛，我们以后要一起组建家庭的，钱应该都放到家庭里，而不应该只花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我脸上的愤怒肉眼可见，他立马放软了语气。宝宝，你是女孩子，我不忍心看你压力那么大，所以房贷车贷这些大头我就自己扛，你呢负责一些日常的吃喝就行，月底有闲钱的话也可以给我加2箱油。怎么样，老公对你好吧？只出一点钱，你就可以住上新房子，坐上新车。好你的大头猪！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很下头，对他的厌恶瞬间超过了喜欢。这算盘打得真响，都快蹦我脸上。首付他付，贷款他还，妥妥的婚前财产。哪怕结婚了，我也只有1个居住权，离婚之后1块砖都分不到。而我的工资用在日常开销上，日复一日，无影无踪，哪怕打官司都很难追究回来。到头来，我人财两空，而他房车双全。这小子真当我傻呀！但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以我对周浩的了解，要是现在跟他提分手，他绝对不会让我离开。所以我假装被他说服，我回去考虑一下。回到家后，我把这件事跟父母说了，他们听完之后脸色很严肃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又不傻，肯定不会听他的。我爸欣慰地笑了笑，但是
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突然裸辞，会不会太任性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先找好下家才辞职的。虽然我在周浩面前表现得不管不顾，但心底里还是怕父母责备我的。你要是连辞个工作都要犹犹豫豫的，那我跟你爸这大半辈子岂不是白奋斗了？确实，我爸妈从小就跟我说，他们这么努力奋斗，就是为了能让我过上好日子。所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全款买了房，还在银行里给我存了一大笔钱。10年不上班也照样饿不死。爸妈这么努力的给我提供好的物质基础，就是想让我有做选择的权利，而不是让我去受别人的 PUA。如此想来，我因为裸辞而产生的那彻底烟消云散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追剧时，收到了周浩发来的消息：宝宝，你接下来要找什么工作？想好了吗？我淡淡的回复2个字：不找。他瞬间急了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负责我们的日常开销，我负责还贷。你不找工作哪来的钱养我们2个？2个人在一起是要共同付出的，你怎么可以把压力全都给我呢？说实话，我对你挺失望的。真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。你是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，所以跟我闹脾气呢？正好我朋友店里在招服务员，5000块1个月，我让他给你留个位置，你先去坐着，到时候工资直接打到我卡上。你呢，好好上班就行了，别的不用你操心，我肯定会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看到这些话，我气得直接从床上蹦起来。这个下头男的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明目张胆的想吃软饭就算了，竟然还想让我去他朋友的店里做服务员。他那个2流子朋友有多喜欢骚扰女员工，他不是不知道。现在为了钱，他竟然要把我送到那种人眼前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拿起手机疯狂打字。哪个下水道没关好，竟然让你这个垃圾爬出来了？平时面子给多了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像个人了？你是我儿子还是我孙子？整天喊着要我养，我沈佳倩最讨厌你这种物质的男人了，动不动就提钱，真下头。分手吧，我不喜欢你这种诡计多端的穷男人。信息刚发出去，周浩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沈佳琪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这点事儿你就要跟我分手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小气的女人？我直接把电话挂了，然后拉黑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没想到第2天，我和爸妈正在吃早饭，周浩一家突然怒气冲冲找上门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他爸妈是在工地上干活的，鞋子上沾了厚厚的一层土，进门连鞋都不换就走来走去。我家洁白的客厅瞬间变得惨不忍睹。他妈开口嚷嚷：亲家公、亲家母，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什么事儿？我们老2口为了你女儿掏空家底买房买车，可你女儿呢，不帮还贷快就算了，还私自把工作辞了。我儿子给她介绍一个服务员的工作，她还眼高手低不肯去，这哪里有一起过日子的态度啊？现在我儿子一个人要还房贷车贷，还要顾生活开销，压力那么大，这让他怎么活呀？天底下没有你们这么不厚道的人家。我爸妈面面相觑，脸色极为难看。他们体面了一辈子，第一次跟这么粗俗野蛮的人打交道。但好在他们都是公司的高层领导，即使第一次面对这种人，气势上也不会输给对方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为了我女儿？房本上写我女儿名字了吗？车子给我女儿开过吗？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就说明这些东西与我女儿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们没有义务去帮你儿子承担。你女儿太自私了，同甘共苦的道理都不懂，这么不懂事，除了我们家周浩，还有谁肯要她？这话应该我们来说。你儿子买个大众都要贷款，在公司干了5年，工资一点没涨，要身高没身高，要长相没长相，也就我女儿年轻，喜欢捡垃圾玩。现在我们玩够了，不要你儿子了，他就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吧。我儿子有房有车，抢手的很，才不是垃圾。我看你女儿才是垃圾，年纪轻轻就好吃懒做不干活，妄想找男人来养，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能养出这种不要脸的货色。既然你女儿不肯和我儿子同甘共苦，那就让她把欠我们的钱还给我们。我什么时候找你借过钱？是没借过，但是咱俩在一起，你确实花了我不少。我还在思索哪里花他钱了，只见他妈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个本子，巴掌大小的本子皱巴巴的，枫叶还浸透了汗水，一打开空气里都飘着一股粉尘。我爸妈不约而同的捂了捂鼻子，眼神里尽是嫌弃。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叫星巴克的地方，点了杯喝的，花了30块。哎呦我的娘哎，什么破东西要30块，香精啊那么贵。第2次约会是在一个叫杨国福的地方。杨国福不是一个人吗？你们约会带上他干嘛？你们2人点了一份麻辣烫，花了30，一瓶可乐3块。你女儿生日，我儿子送了她一瓶香水，19.9元。交往的这半年里，你女儿足足花了我300块。我的老天爷啊，我要搬多少块砖才能挣到300块？他妈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，鼻涕眼泪糊在了一起，就直接拿衣袖去擦，看得我直倒胃口。我爸妈十分无语的看着我。19.9的香水也要拿出来说是吧？我知道周浩家庭条件不好，身上还背着房贷、车贷，压力大，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自降档次陪他去吃麻辣烫，什么情人节、生日之类的，
拿着我也跟他说不用送礼物了，可他死要面子，硬是要送我一瓶香水，还把礼物寄到我公司，非要我当众拆开。谁懂我当着同事们的面拿出一瓶香水小样的尴尬啊！我不敢说是男朋友送的，只能说是商家补寄的小样。他还洋洋得意的打电话来问我收到那么大牌的香水，开心吗？那时候我们正处于热恋期，为了保护他的自尊，我都没好意思跟他说 Gucci 里少了一个 C。现在想来，他这种人就是想花小钱装大逼。我不拆穿他送假货丢我脸就算了，他还好意思来跟我要钱。周浩脸色不自然，小声的解释：这花的都是我的辛苦钱，当然要记。听见没？你女儿花的都是我儿子的辛苦钱，必须还给我们。我们周家的钱是给未来的儿媳妇用的，不是给那些拜金女糟蹋的。臭不要脸的，区300块都不够我吃一顿饭，就好意思说我女儿拜金？沈佳雅可不止花了我300块，她坐了我那么多次车，这钱还没算呢。现在油价那么高，我接送了她那么多次，油费少说也要500。既然要分手，那就把欠我的800块一并还了我再说。我真是气笑了，明明是他非要装逼来接我，现在还好意思找我要钱。我坐他的车，不仅没享福，反而还受罪。大夏天的舍不得开空调就算了，车里还一股烟味，坐一次能让我半条命。晕车的我坐在副驾上不想说话，他就以为我没坐过这么好的车，是不是比你坐地铁、公交好？不好意思，怕打击他自尊，所以我一直没跟他说我上班都是打高级专车的。他们一家人同仇敌忾，一副我不还钱不罢休的模样。既然你那么喜欢算账，那就把你欠我的钱也算一下。你生日我给你转了525，情人节送了你一双900的球鞋，还有平时生活中给你买的零食衣服，加起来也得有3000。我知道在谈恋爱时发520、1311可能会被视为自愿赠与，所以在给他转账的时候留了个心眼，转了525。你先把欠我的钱还我，再来找我要那800块。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儿子花的，又没人逼你，你自己喜欢倒贴，怪得了谁呀？我不管，你们要是不把钱还给我们，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分走了。只见他突然往地上一趴，像条蛆一样扭来扭去，脏兮兮的工地服把我家的客厅弄得一片狼藉。这身穷酸味儿难闻死了，我免费来给你洗一洗。他爸冲上来要打我，直接被我爸一脚踹倒。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？我爸人高马大，常年健身，有5年的散打基础，一身肌肉练得邦邦硬。周浩他爸常年在工地上干活，根本不是我爸的对手，一脚就被干趴在地上。见我爸撸起了袖子抬脚，还想往他爸身上踹，周浩他妈也不敢躺在地上撒泼了。你敢打人，信不信我报警？去报警啊！正好我也想治你一个私闯民宅之罪，顺便当着警察的面把钱要回来。沈佳思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你爸妈欺负我爸妈吗？不然呢？你还想让我也补2脚？他被我对的说不出话，但是又不敢动手。最后，这3人在我爸的拳头威逼下狼狈的离开了。临走前，周浩还大言不惭：沈佳熙，你这种自私懒惰的女人，离了我绝对不会有人再要你，你再也找不到像我对你这么好的人了。一场闹剧结束，我们3人疲惫的坐在沙发上。即使这样，我爸妈也没有责备我。免费看小丑表演。今天过得值了。跟周浩的分手闹得太难看，满肚子怒火的我，第2天就把闺蜜白衣约了出来，准备开个前任吐槽大会。没想到，比抠搜渣男的行为更令我生气的是白衣的反应。我每吐槽一句周浩，他都要跟我唱反调。没有吧，浩哥挺好的，出手挺大方的，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啊？2个人在一起本来就是要同甘共苦的呀，不是我说，你这个人确实有点自私了。倩倩，你的眼睛是不是长在头顶上了啊？要求也太高了，你这样子别说男的了，就连我都有点受不了你。你有病啊？怎么老是帮他说话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这要放在以前，他立马就反驳我了。可这次，他只是紧紧地抿了抿嘴，低着头，什么也不说，耳垂还泛着一抹红晕。那一瞬间，我恍然大悟，被最好的闺蜜背叛，我却异常冷静。说吧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从我见到周浩的第一眼，他就喜欢上他了。可那时候我和周浩正处于热恋期，他没空理他。现在我们俩闹掰了，他终于有机会上位了。我可没有当你们的小三哦，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的。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这样问，不是因为我还爱着周浩，而是因为我把白依依当闺蜜。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跟朋友的前任在一起，更不要说还是闺蜜的前任。白依依这样做，不仅没把我当闺蜜，甚至不把我当朋友。沈佳琪，不要拿你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来看我。我跟周浩男未婚女未嫁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不懂得珍惜的人，自然有人会替你珍惜。浩哥这么好一个人，有房有车有能力，你却把他弄丢了，是你命里没有这个福气。你也知道他是我丢掉的垃圾啊，那你还捡？你是有多饥不择食啊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浩哥下周准备结婚了。这么快就结婚？
说他没当小三我都不信。他得意地亮出了手上的戒指，碎钻不值什么钱，看那成色也不像是真的。但白衣没见过好东西，你要是想来参加婚礼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留个位置，份子钱也不用给多，随意签就行。毕竟我们曾经是闺妹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这2天竟遇到沙比了，怕跟他待久了会降智，我赶紧拿上东西走人。来到收银处，我只结了我那杯咖啡的账。以前我看在白衣原生家庭不好，工资还低的份上，出来逛街的时候总是会抢着买单。别掏了，我来就行，每次都跟我客气啥？哎呀，又让你破费了，多不好意思啊！这次就让他体验一下买单的快乐。他今天吃的那点起码要他2天的工资，估计他这几天都睡不好了。我刚回到家，就收到了白依依发来的信息：沈佳倩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是你把我约出来的，却让我自己买单？有你这样做人的吗？我淡定的回他：我只是把你约出来而已，又没说要请你。你的浩哥不是很大方吗？叫他给你报销呗。我知道我的激将法一定有用，因为白依依一直都喜欢跟我暗中较劲，但奈何哪里都比不过我。现在好不容易捡走了我不要的垃圾，他肯定不会放过在我面前嘚瑟的机会。果然，半小时后，他给我发来了一张截图，图片里周浩给他转了300，还备注自愿赠与。他对你不大方，只是不够爱你而已。我一叫他报销，他毫不犹豫就给我转过来了。这么好的男人，你错过了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我真是笑月了。我去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给我看过我们那一桌的账单，除掉我那一杯咖啡，他点的东西加起来应该是350元，报销报一半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不过我并不打算跟他多说什么，我只想静静的看这个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。白衣脑子不好使，其实人家只是想找个人帮还贷款罢了。我们公司现在效益太差了，最近这几个月我每个月到手工资都还不到1万块，1万块，那么点钱要吃喝拉撒，还要还房贷、车贷，他早已被压得喘不过气，见从我这里捞不到好处，所以才把手伸向了白衣。他虽然赚的没我多，但是苍蝇腿也是肉，能帮他缓解一点压力，所以他才会放长线钓大鱼，给他买假钻，给他转账。他还傻乎乎的以为自己遇到了有车有房的钻石王老五，殊不知那是人家的婚前财产，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去参加婚宴的好友回来忍不住和我一顿吐槽，没见过哪个人办婚礼还用一次性碗筷的，连个硬菜都没有，全是凉菜，全部人都挤在一起，热死了。让他们开个空调，男方他妈还嫌浪费电，不给开，白瞎我的份子钱。周浩一家最喜欢装货，现在唯一的儿子结婚，婚礼却办得这么寒碜，看来他们手上是真的没钱了。说不定这些办婚礼的钱都是借的。可白衣的朋友圈却跟朋友描述的样子大相径庭，他拍了很多婚礼现场的照片，角度取得很刁钻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哪个富豪的顶级婚礼现场，还配文感谢周先生给了我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永生难忘。果真是毛坯的人生。精装的朋友圈。辞职之后，我过上了每天睡到自然醒的生活，一有时间就会去超市买菜，变着花样给爸妈做美食。老两口的胃被我彻底征服，天天喊着让我在家伺候他们，他们给我开工资。吃完晚饭，我们一家3口还会在小区里散步，日子过得格外惬意。我还留着白依依的微信，目的就是看她的朋友圈。如她所愿，她搬进了周浩的新房子，再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了。搬进去的那天，她还特地发了一条仅我可见的朋友圈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笑死！周浩他爸妈可比房东难搞多了，还乘凉，希望他后面不会透心凉。很快，白依依就停止了发布那些仅我一人可见的朋友圈。朋友告诉我，他们2人现在每天都吵得不可开交。白依依终于发现了周浩并不像他装的那样有钱，承诺的彩礼一直拖着不给，就连办婚礼的钱都是借的。现在婚礼结束，周浩父母甩甩手，说自己任务完成了，剩下的事情就由他们小两口解决。白依依现在每天打2份工，不仅要帮着还房贷、车贷，还和别人借的彩礼钱。他每天忙得脚不着地，根本没时间发朋友圈。你说他这算不算是自己花钱娶自己？谁说不是呢？不仅娶自己，还娶了3位祖宗。婚后的周浩暴露了本性，一改以前温柔体贴的样子，不仅嫌弃他赚不到钱，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骂他。周浩他妈则天天催生，不肯生就到处宣扬他是一个不下蛋的母鸡。短短3个月，白依依沧桑的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在超市里遇到他，差点都没认出来。什么？这袋樱桃要5块钱？你当我是冤大头吗？我没写错，怎么回事？我上次在别的店买这个才20块，怎么到你这儿就28了？对不起，可能是价格变了吧。收银小妹跟他解释了无数遍，是工作人员把标签贴错了，并跟他说要是不想要的话可以退款。可白依依依旧不依不饶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突然觉得有些感慨。以前的他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起码还有自尊，现在他却为了2块钱丢了自己的自尊，在公众场合撒泼耍赖。想来他婚后的日子不好过啊。不过感慨归感慨，我是不会同情他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现在的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再次见到周浩是在一家餐厅外面，我从保时捷上下来的时候，他站在一旁眯着眼盯着我，脸上充满疑惑。直到我走近，他才敢相信开保时捷的这个女的正是他的前女友。这是你的车？
羡慕吗？我爸始终记着周浩恬不知耻的在我家向我索要邮费的事，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，他软硬兼施的逼着我去考驾照。驾照拿到手的第2天，他二话不说就带我去看车。以后你想去哪里就开去哪里，邮费爸爸给你包圆了。周浩脸上的表情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，有震惊，有后悔，有惋惜，还有一丝奢望。倩倩，其实有些话我藏在心底很久了，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，我不应该逼着你去找工作。现在我想通了，你不想上班就不上吧，大不了我养你。我的房贷车贷已经还的差不多了，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可以加上你的名。倩倩，我喜欢你了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渣男的深情，比草贱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手机。那白依依呢？一提到这3个字，他脸上顿时出现了一抹厌恶。别提他了，一点本事都没有，赚不到钱就算了，还整天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，也不会打扮，带出去都被朋友笑。要不是他当初主动爬上我的床，我才不会娶她。倩倩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就可以为了你跟他离婚。我是真的爱你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周浩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永远都把人当傻子。他以为他3言2语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，对他投怀送抱。他以为在我面前忏悔就可以让我相信他对我还有感情。他以为自己可以把人耍得团团转，殊不知自己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小丑。我冷笑着关了手机上的录音，眼里带着不屑。好狗不挡道，让他不肯，甚至还想上前拉我的手，可还没碰到我就被人推开了。顾城挡在我身前，轻蔑地看着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有狐臭的前任？顾城是我爸好友的儿子，我们门当户对，性情相投，很快就确定了恋情。沈佳千，你竟敢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信不信我？他想打我，但手还没落下来就被我踹倒。不上班的这半年，我可没闲着，找了跆拳道老师，天天跟着练。转身离开的那一瞬，这样就我把刚才的录音发给白衣。文件发送成功的那一刻，我就把他拉黑删除了。我的生活已经在往前走了，过去的人就让他留在过去，后面的事真的吗？我是从朋友口中得知的。白衣被原来的公司开了。周浩怕家里断供，于是就逼着他去朋友的店里当服务员。周浩的那个朋友精虫上脑，是个女的，都想摸2下。白衣被他开过几次油，每次回去跟周浩抱怨：怎么人家就摸你，不摸别人啊？是不是你主动勾引人家的？白衣因为这件事对他颇有怨言，但真正引起他爆发的导火索是我发给他的那一段录音。那天晚上，他被周浩的朋友侵犯，他哭着说要报警，但周浩拦下来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还责怪他水性杨花，给他戴绿帽子，把他一顿暴打。白衣一开始被周浩全家破，真的以为是自己对不起周浩，直到他收到我发给他的录音，他才明白，原来周浩并不爱他，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，甚至早就想跟他离婚了。之所以拦着不让报警，就是想拿这件事去威胁他的朋友，以此来讹一笔钱。被欺瞒、被羞辱、被轻视，多种情绪混杂在一起，最终让他失去了理智。在一个夜晚，白依依往周浩的水杯里放了大量安眠药，趁他熟睡时闷死了他。周浩爸妈一早起来，看到死在床上的儿子以及在客厅自杀的儿媳，直接吓成了偏瘫。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正在婚纱店里试婚纱，对于他们凄惨的下场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周浩和白依依只是我漫长人生中遇到的2只不起眼的苍蝇，我的人生不会为他们而停留，我会继续向前走，未来我的日子会过得更加灿烂。我站在婚纱店精致的落地镜前，身上的婚纱裙摆层层叠叠，缀着细碎的珍珠与水钻，灯光一照，宛如揉碎了星光洒在身上。顾城站在我身侧，指尖轻轻拂过我鬓角的碎发，眼底是化不开的温柔。好看吗？我转头问他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我的女孩穿什么都好看。他低头在我额头印下一个亲吻，动作虔诚又真实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。婚纱店的店员在一旁笑着夸赞，顾先生和沈小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郎才女貌，太般配了。我心里甜滋滋的，伸手挽住顾城的胳膊，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温度。和顾城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安稳与幸福。他从不会算计我的存款，不会要求我为他的婚前财产买单，更不会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。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会在我赖床时准备好温热的早餐，会在我无聊时陪我去看画展，去海边散步，会尊重我的每一个决定。哪怕我一辈子不上班，他也只会笑着说，我养你是心甘情愿的。我爸妈对顾城更是满意的不得了，每次家庭聚餐，看着顾城细心的给我夹菜，替我挡酒，二老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。佳倩总算遇到了良人，以前受的那些委屈都值了。试完婚纱，顾城开车带我去城郊的庄园散心，那是他家的私人庄园，种满了我喜欢的郁金香，风一吹，花海翻涌，香气扑鼻。下周我们去拍婚纱照吧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内顶尖的摄影团队，想去哪里拍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安排就好。我靠在他肩头，看着天边的晚霞，心里满是安宁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
是许久没联系的共同好友林淼打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佳倩，你听说了吗？周浩和白依依出事了。林淼的声音带着颤抖，还有一丝后怕。我脚步顿了顿，语气平淡。听说了，怎么了？白依依把周浩杀了，然后自己也自杀了。周浩的爸妈直接吓瘫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生活都不能自理。林淼深吸一口气，太吓人了，我现在想起来都浑身发抖。我没有丝毫惊讶，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。周浩的自私算计，白依依的愚蠢盲从，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。不过是咎由自取，他们的事和我没关系了。我轻声说，我早就和他们划清界限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觉得太唏嘘了。当初白依依还得意洋洋地跟我们炫耀她嫁了个房有车的男人，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。林淼叹了口气，佳倩，还好你当初及时抽身了，不然现在遭殃的可能就是你。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我看了一眼身边的顾城，嘴角扬起幸福的弧度。挂了电话，顾城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不开心的人和事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你的未来有我。我点点头，将那些肮脏的过往彻底抛在脑后。周浩和白依不过是我人生路上的两粒尘埃，风一吹就散了，再也影响不到我分毫。回到家，爸妈已经做好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，看着满桌的佳肴，还有父母慈祥的笑容，我心里暖暖的。是婚纱顺利吗？程程没欺负你吧？特别顺利，顾城对我可好了。坐在餐桌旁，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糖醋排骨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我爸端起酒杯和顾城碰了一下。程程，佳倩从小被我们宠坏了，脾气有点任性，以后你多担待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疼惜佳倩，绝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顾城的语气坚定，眼神真诚。我们家佳倩有福气遇到了你，不像以前那个。算了，不提那些糟心的人，影响心情。提到周浩，我爸妈的脸色都沉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笑容。他们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过多提及过去的不快，生怕勾起我的不好回忆。吃完饭，我和顾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尝尝这个水果，我妈端来了切好的水果。顾城自然地拿起一块草莓，喂到我嘴边，动作轻易又自然。看着我们爱的样子，我爸妈相视一笑，眼里满是欣慰。对了，佳倩，你之前不是说想开一家花艺工作室吗？我和你爸商量了，把市中心那套临街的商铺给你用，装修资金我们也给你准备好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满是感动。我之前只是随口提了一句，喜欢鲜花，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花艺工作室，没想到爸妈一直记在心里。妈，不用的，我自己有存款，足够开工作室了。你的存款自己留着花，爸妈的钱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，你喜欢就去做，不用有压力，赚不赚钱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佳倩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吧，我支持你。要是遇到什么问题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帮你解决。被家人和爱人这样宠爱着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曾经我以为裸辞会让我陷入困境，会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可没想到，正是这次勇敢的辞职，让我摆脱了渣男的算计，看清了伪闺蜜的真面目，也让我遇到了真正对的人，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着手筹备花艺工作室的事情。顾城陪我去看了设计方案，挑选了装修材料，还帮我联系了靠谱的施工队。他做事沉稳周到，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我只需要负责提出自己的想法，剩下的都不用操心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会去花市挑选鲜花，玫瑰、百合、郁金香、洋桔梗，各种各样的鲜花簇拥在一起，五颜六色，香气浓郁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我学着搭配花束，制作花艺摆件。每完成一个作品，都充满了成就感。有时候顾城忙完工作，会来花市找我，帮我搬花，陪我挑选花材。路过的摊主都笑着说我们是神仙眷侣。我的花艺工作室很快就装修好了，整体是温柔的奶油风，墙面刷成了浅米色，落地窗外摆着郁郁葱葱的绿植，室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温馨又治愈。开业那天，顾城给我准备了盛大的开业典礼，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，恭喜我们的新事业，愿我们的事业如花绽放。看着满屋子的鲜花，还有前来祝贺的宾客，我心里充满了激动与喜悦。这是我自己的事业，是我热爱的事情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用承受职场的压力，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。工作室的生意格外好，很多人被这里温馨的环境和精美的花艺作品吸引，纷纷前来打卡买花。有年轻的情侣来定制求婚花束，有宝妈来给孩子挑选生日花篮，还有上班族来买一束鲜花装点办公桌。我每天守着鲜花，接待着可爱的顾客，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。偶尔累了就关门歇业，和顾城去旅游，去看遍山河湖海，吃遍各地美食。这个超好吃，我再也不用为了房贷、车贷焦虑，不用算计着花钱，不用委屈自己迎合别人。我有疼爱我的父母，有深爱我的伴侣，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有花不完的存款，有说走就走的勇气。这天，我正在工作室里包装花束，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我抬头一看，
只见2个穿着病号服的老人被人搀扶着，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。正是周浩的父母，他们比之前更加憔悴苍老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神浑浊，腿脚不利索，脸上满是愁苦与狼狈。我心里没有丝毫同情，只是淡淡地看着他们，没有说话。周浩的母亲看到我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沈小姐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吧！我和你们无亲无故，为什么要救你们？我们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不该算计你，不该骂你。求求你，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。我们现在瘫在床上没人照顾，医药费都付不起了，求求你给我们点钱吧。当初你们带着账本上门找我要那几百块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你们掏空家底给儿子买的房和车都是婚前财产，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没有义务帮你们。还有你们儿子儿媳落得那样的下场，是他们自己作的，和我无关。你们种下的因就要承受结出的果，我劝你们别再来烦我，不然我就报警告你们骚扰。我的话掷地有声，周浩的父母脸色惨白，再也说不出哀求的话，只能被人搀扶着灰溜溜的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没有丝毫心软。善良要有底线，宽容要有原则。对于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我永远不会原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款花束的包装纸用牛这款郁金香搭配玫瑰色彩，雇了专业的花艺师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我不用再每天守在店里，只需要偶尔过去看看，打理一下生意。我和顾城的婚礼也提上了日程。我们没有举办铺张浪费的婚礼，而是选择了一场温馨的户外婚礼，在海边的草坪上，邀请了至亲好友，简单又浪漫。婚礼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海风轻拂，沙滩上摆满了我喜欢的鲜花，白色的纱幔随风飘动。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挽着我爸的手，一步步走向顾城。顾城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站在鲜花拱门下，眼神专注地看着我，眼底满是爱意与期待。当我爸把我的手交到顾城手中时，我看到他眼眶微红。程程，佳倩就交给你了。爸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顾城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转头看向我，声音温柔而坚定。佳倩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我会用一生去爱你，护你，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泪水不自觉地滑落。顾城，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，给我温暖，给我幸福。往后余生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爱你，直到永远。亲朋好友们在一旁鼓掌祝福，掌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，格外动听。我妈坐在台下，抹着眼泪，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顾城把一枚设计独特的钻戒戴在我的无名指上，戒指闪闪发光，象征着我们永恒的爱情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顾城去了欧洲度蜜月，我们去了浪漫的巴黎，在埃菲尔铁塔下相拥，去了梦幻的威尼斯，坐着贡多拉穿梭在水上，去了温柔的瑞士，在阿尔卑斯山下看雪山。每一天都充满了甜蜜与惊喜。顾城把我宠成了公主，把我所有的小脾气、小任性都包容在怀里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算计与索取，而是包容与付出，是2个人一起变得更好，是彼此成为对方的依靠。度蜜月回来，我整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光彩。爸妈看到我过得幸福，心里的石头也彻底落了地，每天开开心心的养花种草，安享晚年。我依旧经营着我的花艺工作室，把更多的美好与浪漫传递给别人。偶尔会有老顾客和我聊天，说羡慕我的生活，自由、幸福、无忧无虑。我总会笑着说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，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委屈自己，勇敢告别错的，才能和对的相逢。转眼，我和顾城结婚已经1年了，我们的生活依旧甜蜜如初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算计，只有满满的爱意与温馨。顾城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成为了公司的核心高管，但他从来不会因为工作忽略我，每天都会准时回家陪我吃饭，周末陪我去逛街、看电影，去郊外野餐。我也在自己喜欢的花艺领域越做越好，我的工作室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花店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只为定制一束我设计的花束。这天，我和顾城去医院做产检，没错，我怀孕了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俩都激动得说不出话。顾城小心翼翼地扶着我，生怕我磕着碰着，眼里是即将为人父的温柔与喜悦。我爸妈更是开心得合不拢嘴，我妈直接搬来和我们一起住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，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从医院出来，顾城开车带我去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海边。他停下车，牵着我的手，慢慢走在沙滩上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佳倩，谢谢你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轻轻抚摸着我微微隆起的小腹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守护你们一辈子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感受着肚子里小生命的存在，心里满是幸福。曾经我以为裸辞会让我的人生陷入黑暗，可没想到，正是这次勇敢的决定，让我摆脱了泥潭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。我想起了周浩
想起了白依依，想起了那些不堪的过往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，没有果断和周浩分手，没有远离白依依，现在的我或许会和他们一样，被困在算计与争吵里，过得一地鸡毛。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很多事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有顺境，也有逆境。重要的是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，要有及时止损的勇气，要有不委屈自己的底气。而我的底气来自于爱我的父母，来自于他们给我的坚实后盾，来自于我自己的清醒与独立。我觉得我从来都不依靠男人生活，我有自己的价值，有自己的追求，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那些试图算计我、拖我的人，最终都只会自食恶果，而我只会越过越好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在想什么？顾城见我发呆，轻声问道。在想，我真的好幸福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笑容灿烂。以后会更幸福的。顾城低头，在我唇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，夕阳洒下金色的光芒，将我们相拥的身影定格在最美的瞬间。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小家伙粉雕玉琢，像个小天使，继承了我和顾城所有的优点。顾城看着女儿，眼里满是宠溺，成了妥妥的女儿奴。只要一有空，就抱着女儿不撒手，给她换尿布、喝奶粉，比我还熟练。我爸妈更是把小孙女宠上了天，每天抱着孙女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家里到处都是孩子的欢声笑语，热闹又温馨。我休完产假后，把花艺工作室交给靠谱的店长打理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陪伴女儿，看着她一点点长大，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，每一个瞬间都让我觉得无比珍贵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会带着女儿去工作室，让她感受鲜花的美好，会和顾城一起带女儿去公园玩耍，去游乐场嬉戏，给她一个充满爱的童年。偶尔，我会从朋友口中听到关于周家的消息，周浩的父母依旧躺在医院里，无人照料，靠着微薄的低保勉强糊口。日子过得凄惨无比。曾经他们引以为傲的房子和车，因为还不起贷款，早就被银行收走拍卖了，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。每次听到这些，我都毫无波澜，那是他们应得的报应，与我无关。我的人生早已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，再也没有任何交集。我的女儿慢慢长大，聪明可爱，活泼开朗，像一个小太阳，照亮了我们整个家。顾城对我依旧宠爱如初，会记得我们的每一个纪念日，会给我准备惊喜，会把我和女儿放在心尖上疼爱。我爸妈身体硬朗，每天含饴弄孙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我有幸福的家庭，有可爱的孩子，有深爱我的丈夫，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有花不完的财富，有健康的身体。这世间所有的美好，我都拥有了。这天阳光正好，我坐在阳台的摇椅上，看着女儿在花园里追逐蝴蝶，顾城站在一旁，温柔地守护着她。微风拂过，带来阵阵花香，岁月静好，不过如此。我拿起手机，翻到很久以前的相册，看到了曾经和周浩的合照，只觉得陌生又可笑。那个曾经让我短暂难过的男人，早已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不清。那些糟糕的人和事，不过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，踢开他们，才能走上康庄大道，遇见更好的风景，更好的人。我很庆幸，当初自己勇敢的裸辞，果断的拉黑删除了周浩，远离了伪闺蜜白依依。我没有为了所谓的感情委屈自己，没有被迫迷失自己，而是坚守本心，守住了自己的底线。女人这一生最该依靠的从来不是男人，而是自己的底气、清醒和勇气。不攀附，不将就，不委屈，不妥协，才能活成自己的女王，拥有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眼前的幸福景象，嘴角扬起满足的笑容。往后余生，春风得意，万事顺遂，幸福安康，岁岁年年。我的人生只会越来越精彩，越来越圆满。